澳洲数千华人被开发商卷钱跑路，损失将近5亿澳元。这背后的故事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这位西装笔挺的西人，大家能想象得到他其实是一位骗子吗？没有错，他就是本期故事的主角 William de Oyer， 简称威灵。威廉姆是一位已经移居到澳洲多年的爱尔兰人。曾经的他是一名业绩不起眼的保险销售，后来他在保险业发展不顺，于是就在1993年的时候转战房地产行业。而在房地产这一块呢，他却能够在短短的数年里做出了非常亮眼的业绩，并且在1998年的时候创立了自己的公司未来集团 Ralland Group， 他的人生也从此走上了巅峰。当年的未来集团，他们的战略就是锁定华人买家为目标，推销了很多楼盘给悉尼当地的华人买家。而后来呢，随着业务越做越好，未来集团也开始涉足了开发业务，自己做起开发商。这些年来，作为开发商，未来集团已经成功的交付了将近2500套的公寓。而就是在一个如此强大背景作为背书之下，未来集团开始了他不为人知的空手套白狼的计划。未来集团的公寓开发项目都是以楼花的形式来出售的，而当中呢，有很多的买家都是当地的澳洲华人。而在2014年的时候呢，未来集团的其中一个开发项目，它的建筑商倒闭了，这使得未来集团在那个项目里面蒙受了重大的亏损，资金链开始出现断裂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一个问题呢，威廉姆就想出了一个狠招。先给大家做一个背景前提，在澳洲买楼花公寓项目，一般来说买家都必须要支付一个10%的定金，而这个定金呢是必须存放到开发商律师的信托户口上的。那他们一般的做法呢，就是把这笔钱放到银行的定期户口里面去赚取利息，在房子交割的时候可以选择把这个利息分到回给买家，但是开发商并不能够挪动这笔钱来作为私人的用途。而未来集团呢，就在这一套系统里面钻漏洞。未来集团私底下联系这一些项目买家，跟他们说，只要你们允许我来把这些10%的首付拿去做别的投资的话，那么每一年我都可以支付你们高达15%的利息。你们只需要跟我私底下签多一份借贷合同，授权给我们，那么你就可以每一年赚取这个利息了。而很多的买家就被这一个高利息所吸引，都去跟他签了这一份合同。但是未来集团真的是有把这些钱拿去做别的投资吗？其实并没有。未来集团实际上是在东墙补西墙。前面已经说了，那一个项目的建筑商倒闭之后，未来集团就拿这些钱去还债，然后再不断的推出新的项目，吸取更多的投资者的首付的钱，然后去支付上一个项目的投资者的利息收入。这样子听下来的话，大家有没有认为这就很像一个庞氏骗局呢？永远都是10个锅9个盖，填补不上那一个缺口。而就在未来集团用了这个招数玩了几年之后，越玩越过火，终于在2019年的时候，因为一些项目的工程出现问题，出现了资金链断裂，公司在欠下高达5亿澳元之后宣布破产，选择倒闭清算。而因为这些项目的买家跟未来集团所签署的那个额外贷款合同是没有受到法律保护条例的，所以在清算的时候，他们这些债主并不是属于第一批会获赔的人士。未来集团在清算之后，他的公司的资产只够偿还银行的部分债务，而这些项目的买家，他们是连1毫都没有获赔的，当中呢，损失的金额就高达2.3亿澳元。威廉姆后来就被澳洲的 ASIC 展开调查，发现他在做项目融资贷款的时候，并没有如实的跟这些银行申报，他私底下已经有跟这些项目买家签下另外一份额外的借贷合同，而他的这一个举动呢，是触犯了澳洲的法律的。威廉姆呢，他本身也无从解释。在2023年10月份上庭的时候，威廉姆呢承认了这些所有的罪行。而随着未来集团的倒闭，威廉姆的认罪，这整个事情就将告一段落了。但是这些项目买家的钱却是真真实实的打了水漂，完完全全的亏损了。很多的人就认为
买期房的风险非常的高，因为怕发生这样子类似的事情的时候，自己的房子的首付会变得血本无归。其实真实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子的。威廉姆他的举动固然令人可恨，可是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那一些项目的买家，他们也是起了贪念，想要赚取高利息的回报，而跟未来集团签下了那一份额外的借贷合同。大家都知道，这一种高收益回报通常伴随而来的呢，就是高风险，而高风险的投资大部分的时候是不会有好的下场的。可是这社会上就是还有一些人会抱着侥幸的心理，可能在吃了一次甜头之后，就完全的把风险抛诸于脑后，继续的把这些钱去拿去做高风险的投资。这不是跟很多庞氏骗局的受害者的经历都非常的类似吗？在澳洲买期房，法律的规定是开发商一定要把买家的10%的首付存放在一个律师的信托账户上。开发商在项目没有完工之前都不能够私底去挪用这一笔钱，而如果在项目的建造期间开发商就倒闭了，买家所支付的这个10%的首付是100%可以追讨回来的。所以小伙伴们不要听信别人借题发挥，用这样子类似的新闻而把你吓跑了。期房也好，新房也好，现房也好，只要这些房子的当中是有好的投资机会的话，价格又是合理的，也符合你的投资需求，就都是可以投资的。给大家一个例子，我有一位客人在2020年尾的时候跟我买了一套期房来做投资。那他为什么会买期房而不是一个现房呢？是因为当时的他们的首付资金并不充足，手上只有7万块钱澳币，只够交付一个10%的定金。在了解了他们的情况之后，我就推荐了一个期房项目给他们。而在3年之后的2023年，这个期房项目就造好了。当这个房子要做交割的时候，银行给出的估价是高于它的合同价50%的。而我的客人呢，是选择根据依照估价的价格去贷款当中的80%的款项。这样子操作下来呢，我的客人在交割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用到自己的钱，他也间接的把他3年前所交的那个7万块钱的首付，现在可以拿去做另外一套的房地产投资。那如果在当时我的客人他本身是因为资金不足而选择等待，再努力多存2-3年的钱再入市的话，他就会完全的错过了在过去的2-3年里的市场大涨的行情。我们在为客人规划做房地产投资组合的时候，都会根据每个人所处的不同财务情况，给予适当的策略。我们会用投资的眼光、经济的思维、数据的分析，来为你的投资路上保驾护航。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可以点击描述栏里的联系方式，跟我们预约一个30分钟的咨询。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大家对威廉姆以及未来集团的这一些做法又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欢迎在底下留言给我们知道。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